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当市场还在担心 AI 算力的效率瓶颈时，摩根大通刚刚生出了一颗震撼弹。这家云端监控龙头的目标价竟然被一口气调升了 60%， 直接上看320美元。到底是什么样的业绩表现让投行分析师高喊赶快准备升空？摩根大通研究报告指出， Datadog 的第一季度财报展现了异常强劲的爆发力，不仅营收增长超出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杀入了过去被认为难以攻入的 AI 训练领域。这不仅仅是营收的增加，更是整个市场版图的彻底扩张。摩根大通分析认为， Datadog 第一季度的表现加强了这家公司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地位，其增长率具备极高的含金量。值得投资人高度关注的第一个重点是营收增长的连续加速。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总营收增长率达到了 32.2%， 这已经是公司连续第4个季度实现营收增速的向上填升。回顾过去3个季度，增长率分别是 28.1%、28.4% 以及 29.2%。 这种逐月好转的趋势甚至延续到了4月，表现非常稳健。华瑞认为，这种连续加速的成长动能在当前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显得格外难能可贵。这说明企业对云端监控的需求正处于一种刚性增长的状态，而非短期的补库存行为。在利润方面， Datadog 同样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根据摩根大通报告数据，第一季度调整后营运利润达到了 2.235 亿美元，营运利润率来到 22.2%， 超出了市场共识的 21.3%， 自由现金流更是高达 2.89 亿美元，利润率接近 29%。 华瑞认为，这证明了 Datadog 在高速扩招的同时，依然保有极强的获利能力与现金产生能力，这在成长型软件公司中是非常罕见的高质量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Datadog 在获取新客户的执行力上打破了多项历史记录。摩根大通报告中提到，第一季度新客户的年化预订量以极大的差距创下了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1倍。更惊人的是，新客户的平均签约规模同样也翻了1倍以上。目前 Datadog 总客户数已达到约33200名，其中年度经常性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大客户数量增长了 21%， 达到约4550名。华瑞认为，这代表 Datadog 已经从过去专攻中小型企业的形象，成功转型为大型企业的首选平台。大客户愿意在进场初期就投入重金，反映出平台统一监控的价值已经被市场主流所公认。在产品线的广度上，摩根大通研究团队观察到，客户对 Datadog 平台的依赖度持续加深。目前有 85% 的客户使用至少2种以上的产品，而使用10种以上产品的客户比例更是从去年的 6% 成长到 11%。 这种产品组合的渗透率提升，直接推动了留存率的回升，其净美元留存率回升到了 120% 几的水平，而毛留存率则稳定维持在 90% 几的高位。华瑞认为，当一个客户同时使用10种监控工具时，更换供应商的迁移成本将会极高。这为 Datadog 筑起了一道极深且宽广的竞争护城河，也让未来的营收预测具备更高的能见度。接着我们来聊聊最核心的 AI 突破点。摩根大通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本份报告中最关键的变革。 Datadog 刚刚签下了2笔大型合约，分别是7位数与8位数美元级别，客户是全球2大超大规模云端巨头。他们的 AI 研究部门正式采用 Datadog 来优化 GPU 训练工作。在此之前，市场普遍认为 Datadog 的 AI 机会主要集中在模型推论阶段，而训练阶段因为规模巨大且高度专业，通常被认为超出了 Datadog 的范畴。但现在情况变了，摩根大通报告指出，随着 AI 训练开始要求生产级的可靠性，这个领域正式成为 Datadog 的蓝海。华瑞认为，这是一个定价权的重大转移。当云端巨头自己都要回头找 Datadog 来监控 GPU 阵列时，说明了其技术在处理异质化算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先优势。说到异质化算力，这正是另一个重要的成长推进器。摩根大通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析层架构越来越多元，从辉达的 GPU 到 Google 的 TPU， 再到亚马逊的自行研发芯片，甚至是微软与其他厂商的客制化加速器。这种底层硬体的复杂化，反而让 Datadog 的统一监控平台变得更加值钱。客户需要将 GPU 的远端监控数据与应用程式、基础设施相互对齐。华瑞认为，
基础设施越杂乱，客户就越需要一个单一窗口来统一管理所有的遥测数据，就让 Datadog 变成了 AI 基础建设中的隐形受益者。不论最后谁家的芯片胜出， Datadog 都能透过其监控协议稳定获利。让我们看看财务预期的调整幅度。摩根大通数据显示，该机构将2026年的营收指引一口气上调了 2.4 亿美元，这个上调幅度非常罕见，几乎是第一季度超预期金额的5倍。这显示出投行对下半年成长的强大信心。目前的2026年总营收预期被调整为 43.2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上调至 2.4 亿美元。甚至对于2027年，摩根大通也将每股收益预期从 2.37 美元上调至 2.72 美元。华瑞认为，摩根大通如此大幅度的上调指引，实际上是在暗示目前的市场共识可能还是太过保守了。特别是在 AI 训练营收刚开始贡献的情况下，未来的营收上修空间依然巨大。然而在乐观之余，摩根大通也提醒了相关的风险因素。首先是来自云端巨头的原生工具竞争。亚马逊、微软与 Google 都有自己的监控与安全工具，如果这些原生工具的竞争力提升，或是采取削价竞争策略，可能会对 Datadog 的增长产生压力。其次是执行面的挑战。Datadog 在过去2年内员工数量增长迅猛，如何在大规模扩张的同时维持销售效率与公司文化是一大考验。最后则是宏观环境的变数。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导致客户推迟现代化项目或缩减支出，依然可能冲击公司的业绩曲线。摩根大通在估值部分提到，目前给予320美元的目标价是基于2027年预期自由现金流的72倍倍数来计算。虽然这个倍数高于行业平均的61倍，但考虑到其超越同业的营收增速以及在 AI 领域的稀缺性，这个溢价被摩根大通认为是合理的。目前公司的企业价值对营收倍数约在12倍左右，相对于其 30% 左右的增长率，估值仍具支撑力。华瑞认为 Datadog 目前正处于云端现代化与 AI 爆发的交界点。这次财报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监控工具只能做后勤的偏见，转而成为 AI 算力训练中不可或缺的效率引擎。特别是当大型 AI 实验室开始将 Datadog 嵌入其核心工作流时，这不仅是单次性的获利，更是长期标准的建立。虽然短期内高估值可能会带来股价波动，但从长期架构来看，只要企业持续将工作负载移往云端，且 AI 算力的复杂度持续提升， Datadog 作为云端观测站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难以动摇。投资人应持续关注其在大客户合约以及产品组合渗透率上的进展，这将是决定公司能否达成摩根大通目标价的关键指标。同时也要留意整体宏观环境对软件支出意愿的潜在影响。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